我往嘴里灌下3升清水，只为占住胃里最后一点空间。只因前世我的弟弟能将吃下的热量全都转移到我身上，他笑着在镜头前大吃特吃，成了食量惊人的大胃王主播，而我却胖到300斤，连走路都喘。我哭着求未婚妻相信我，可她却厌恶地甩开我的手。你就是嫉妒你弟弟天生吃不胖，别再用这种荒唐的借口为你自己的懒惰开脱了。后来弟弟直播挑战，连吃100个巨无霸汉堡赚足了流量，而我则因急性心梗死在了去医院的救护车上。再次睁开眼，我回到了弟弟刚签约成为美食主播的那一天。此时客厅里，弟弟季伯达抱着一份合同，非常开心。爸妈，我成功了！企鹅传媒看中了我的潜力，要捧我做美食区一哥。爸妈的脸上笑开了花。不愧是我的儿子，从小就吃得多还不长肉，这天赋就该让全国人民看看。伯达，你放心，家里全力支持你。我的未婚妻柳如烟也站在一旁，眼神里是对季伯达毫不掩饰的欣赏与爱慕。她走上前，轻昵地揉了揉季伯达的头。伯达，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都是哥哥的功劳呢，要不是哥哥从小陪我吃那么多东西，我也练不出这么好的胃口。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，爸爸的赞许变成了审视。亚成，你该跟你弟弟学学，你看你都胖成什么样了？就是兄弟俩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怎么身材差这么多？你但凡有点毅力，也不至于让柳如烟带出去都丢人。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充满了厌恶，我垂下眼，攥紧了拳头。300斤的体重，急性心梗的窒息感，救护车刺耳的鸣笛，那些痛苦的记忆深深刻在我的灵魂里。前世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试图向他们解释这个诡异的真相。我告诉他们，季伯达吃的每一口高热量食物，最后都变成了长在我身上的肥肉。可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，他们只觉得我疯了，因为嫉妒而变得面目全非。这一次我不会再做那种蠢事。我缓缓抬起头，弟弟，恭喜你。季伯达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他没想到我没有像以往那样因为爸妈的几句指责而委屈落泪。柳如烟也有些意外，但她很快就将这归结为我的懂事。她走过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亚成，你能想通最好。伯达的事业刚起步，你作为哥哥理应支持他，而不是给他添乱。我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为了庆祝伯达签约，今晚我们去御品阁吃大餐。爸爸豪气的一挥手，直接定下了本市最贵的私房菜馆。季伯达立刻欢呼起来，谢谢爸爸，我要吃他们家的佛跳墙，还有东坡肘子。他一连串爆出10几个油腻厚重的菜名，每说一个我的心脏就紧一下。前世就是这顿庆功宴，直接让我的体重飙升了5斤。也是从这天起，季伯达的直播事业顺风顺水，而我的健康则被彻底拖入了深渊。我看着他那张兴奋的脸，心中一片冰冷。季伯达，这一世该尝尝这滋味的人是你了。晚宴上摆满了菜，季伯达的眼睛在放光。哇，这个肘子炖得好烂，这个蟹黄好香啊！他一边吃一边发出夸张的赞叹，引得爸妈和柳如烟都笑意盈盈地看着他。妈妈慈爱地给他拿了一大块肘子，柳如烟也体贴地为他剥好一只虾。他们一家3口其乐融融，而我则像是餐桌上一个多余的摆设。季伯达一边吃一边用余光瞥我，见我什么都不吃，他转头对着爸妈和柳如烟，故作担忧地开口：哥哥，你怎么不吃呀？是不是还在为白天爸妈说你的话生气？你别怪爸妈，他们也是为你好，你确实需要管理一下身材了。瞬间，饭桌上温馨的气氛凝固了，爸爸的脸沉了下来。亚成，你又在闹什么脾气？一家人开开心心吃顿饭，你非要摆个脸色给谁看？就是伯达都这么懂事的劝你了，你还不知好歹？不吃饭是想绝食抗议吗？你看看你这一身肉，饿2顿也饿不坏。柳如烟的目光更是冷得像冰。亚成，你能不能成熟一点？伯达马上就是公众人物了，你作为他的家人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？一句句指责和前世一模一样，但我没有反驳，只是捂住了胸口，发出一声压抑的痛呼，身体晃了晃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柳如烟不耐烦地问：你又怎么了？我心口好闷，喘不上气，肚子也好胀，好难受。我一边说一边做出干呕的动作，这副模样和我前世心梗发作前的症状如出一辙。季伯达的脸色第一次出现了恐慌，爸妈也被我吓了一跳。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别是装的吧？我没有力气再说话，呼吸反而越来越急促。柳如烟看着我煞白的脸，眼神也从不耐烦转为一丝动摇。他看起来不像是装的。最终还是爸爸拍了板：算了算了，别吃了，去医院。去医院的路上，季伯达一言不发，他在旁边一直盯着我。他想不明白，明明吃东西的是他，为什么我会突然表现出消化不良，甚至是心悸的症状？而我闭着眼睛，感受着身体里的油脂和热量。季伯达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你施加在我身上的一切痛苦，我会加倍奉还。到了医院，我被直接送进了急诊。我坚持要求做最全面的检查。等待结果的时候，柳如烟和爸妈都守在外面，妈妈的耐心显然已经快要耗尽。我看他就是小题大做，肯定是最近减肥饿出低血糖了。爸爸也沉着脸。等会儿结果出来，要是没事，看我怎么说他，忌讳折腾人。柳如烟没说话，但她紧锁的眉头已经说明了一切。只有季伯达，他眼神飘忽不定，他在害怕一些超出他认知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很快，护士拿着一叠报告单走了出来。亚成的家属是哪位？我们是爸妈和柳如烟立刻围了上去。护士的表情很严肃。病人的情况不太好，你们跟我来一下。这句话让走廊上的3个人都愣住了。他们跟着护士走进医生办公室。没过多久，办公室里就传来了我妈难以置信的声音：什么重度脂肪肝、高血脂，血糖也严重超标？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儿子才22岁啊！还有心律不齐，这怎么可能？爸妈和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走了出来，他们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复杂和困惑。季伯达也迎了上去，急切地问：怎么样？医生怎么说？妈妈嘴唇哆嗦着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柳如烟一步步走到我面前，她的眼神不再是单纯的厌恶。亚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医生说你的身体数据像一个暴饮暴食多年的50岁中年人，可你今晚明明什么都没吃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最近一直在控制饮食，每天只吃水煮菜，运动1个小时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会变成这样，我好害怕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恰到好处地挤出几滴眼泪。我的话让柳如烟陷入了更深的迷茫。是啊，他亲眼所见我晚上低米未进，一个正常节食的人怎么会突然爆出如此可怕的体检数据？这完全不符合逻辑。就在这时，季伯达突然开口了，他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充满了委屈。哥哥，你是不是背着我们偷吃什么了？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，嫉妒我能吃不胖，可是你不能用糟蹋自己身体的方式来报复我们啊！他这番话堪称绿茶的顶级艺术，既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，又重新给我扣上了谎话连篇的帽子。果然，爸妈和柳如烟的眼神再次动摇起来。肯定是这样，我就说他怎么可能管得住自己的嘴？肯定是背地里吃了多少垃圾食品。爸爸也指着我痛心疾首。亚成啊，亚成，你真是太让我们失望了。柳如烟看着我的眼神也重新冷了下去。亚成，我真是看错你了。你为了博取关注，为了让你弟弟难堪，竟然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撒谎，你太恶毒了。我看着他们的脸，心中没有半分波澜。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，颠倒黑白是他们最擅长的把戏。我没有再争辩，只是抬起头看向季伯达，他正躲在妈妈身后，用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挑衅地看着我。我对着他无声地笑了笑。季伯达，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从医院回来后，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。爸妈勒令我禁足，没收了我的手机和钱包，说要彻底杜绝我偷吃零食的可能。柳如烟更是直接宣布，在我们冷静下来之前，她不会再见我。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最需要的武器一直都戴在我的脖子上，那是一枚小小的白玉吊坠，是我和季伯达出生时奶奶请人为我们求来的。前世季伯达说他更喜欢我这块玉的样式，软磨硬泡地和我换了过去。从那以后，他大吃特吃的热量就开始源源不断地转移到我身上，直到我死，我都不知道这块玉才是整个诡异事件的核心。重生回来，我第一时间就检查了我的吊坠，它还安安稳稳地挂在我脖子上，而季伯达脖子上的那块是属于他的。我猜想这2块玉就像是某种接收器和发射器，而现在我需要找到开启和逆转它的方法。医院的那次意外让我有了一些猜想。医院门口，我假装站不稳，故意扶了季伯达的手臂一下，而我的手心正紧紧攥着这块玉。或许身体接触加上我强烈的意念，就是启动它的钥匙。我需要更多的机会来验证，机会很快就来了。季伯达的直播首秀因为我的搅局而推迟了，但企鹅传媒并没有放弃他，他们重新为他策划了一场更盛大的直播，挑战1小时内吃完10桶超辣火鸡面。为了这次直播，公司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和预热，各种热搜吊足了网友的胃口。直播当天，季伯达在开播前特地来到我的房间，他脸上带着毫不掩饰的得意。哥哥，待会儿我的直播你可要好好看哦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。公司给我买了最好的推荐位，今晚过后我就是真正的网红了，而你呢，只能像现在这样被关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。他凑近我，压低了声音，用只有我们2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：亚成，你知道吗？我最喜欢看你嫉妒，我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你越是痛苦，我就越是兴奋。你身上的每一块肥肉都是我成功的勋章。我抬起头，静静地看着他邪恶的嘴脸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突然站了起来。等等，又干什么？我走到他面前，伸出手，假装要为他整理一下微乱的衣领，领子有点皱。就在我的指尖触碰到他衣领的那一刻，我另一只手死死地攥紧了他胸前的玉坠，一股冰凉的触感注入了我的指尖。我将前世今生所有的恨意全部凝聚在这一刻。好了，
我收回手，若无其事地笑了笑。祝你直播顺利。季伯达狐疑地看了我一眼，没发现什么异常后转身走了出去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，这次应该逆转成功了。随后我拿出电脑，点进了季伯达的直播间，此时已经有了几十万的在线人数，弹幕全都是对他的期待和赞美。季伯达甜笑着和大家打招呼，然后拿出10桶堆得像小山一样的火鸡面。季伯达意气风发地宣布：“今天我就要挑战吃完它们。”眨眼间他就吃完了1桶面，他吃得很香，完全看不出任何勉强。弹幕上一片惊叹：“卧槽，这么辣的面他眼睛都不眨一下，太牛了！这胃是铁打的吗？”柳如烟还给他刷了10个嘉年华，引来一片嫂子好美的尖叫。我静静地看着屏幕，看着季伯达一口接一口地吞咽着那些高油、高盐、高热量的食物，而在我的身体里，那股油腻的感觉并没有出现。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舒畅，我甚至能感觉到腹部常年堆积的脂肪似乎在微微发热，然后慢慢消散。有用了，真的有用了！我的目光重新回到屏幕上，季伯达已经吃完了第3桶面，他的额头上开始冒汗，但他解释说是被辣的，可我看得分明，那不是热汗，而是油腻的冷汗。他的脸色也开始变得有些不自然的潮红。吃到第5桶的时候，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，他开始不停地喝水，脸上的笑容也变得有些僵硬，弹幕开始出现一些不和谐的声音。怎么感觉博达有点吃力了？是啊，脸都好像肿了一圈，错觉吧？可能是辣的，不是错觉。我看到他衣服都已经开始变得紧绷。当他吃到第7桶时，异变陡升，他突然捂住了嘴，胃里发出一阵巨大的翻江倒海声，这声音传遍了整个直播间，所有人都听见了。季伯达的脸唰的一下白了，他想强行压下那股恶心感，但身体的本能反应是无法用意志控制的。他踉踉跄跄地冲出了镜头，紧接着直播间里就传来了剧烈的呕吐声，直播中断了。整个直播间在寂静了3秒钟后彻底炸了。我没听错吧？主播吐了，挑战10桶，结果7桶就吐了，这也叫大胃王？前面的热搜买的吧？人设崩得太快了，谩骂嘲讽像潮水一样淹没了整个屏幕。季伯达的首次正式直播以一场惨烈的翻车宣告结束。我关掉电脑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身体里是久违的轻盈。季伯达直播翻车后，他的账号一夜之间掉了10几万粉，评论区全是骂他骗子的。那天我爸气得在客厅里来回踱步，嘴里不停地骂着废物，我妈则抱着季伯达心疼的掉眼泪。季伯达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妈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明明还能吃的，可是肚子突然就好胀，好难受，都是亚成，一定是他搞的鬼。他猛地抬起头，死死地瞪着我。开播前他碰过我，一定是他对我做了什么手脚。我妈立刻冲到我面前，扬手就要打我。你这个扫把星，我就知道是你，你见不得你弟弟好是不是？你把他的前途都给毁了。我没有躲，只是平静地看着他。妈，你有证据吗？我妈的巴掌停在了半空中。是啊，证据呢？我只是碰了一下他的衣领，这能算什么证据？难道要告诉所有人我拥有超能力，能用1年让他呕吐？说出去谁会信？我妈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爸爸也怒吼道：还需要什么证据？家里出了这么多事，哪一件跟你没关系？先是体检，再是直播，亚成，你就是个灾星！就在这时，柳如烟来了。季伯达一见到他，就像见到了救星，哭着扑进了他怀里。如烟姐，我的事业全完了，都是哥哥害我的。柳如烟抱着他轻声安慰，看向我的眼神却充满了冰冷的失望和决绝。亚成，我们谈谈。他把我叫到了阳台。亚成，我们解除婚约吧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我心中毫无波澜，甚至有些想笑。前世他也是这样，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我。为什么？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又胖又懒，还心胸狭窄，恶毒的嫉妒自己的亲弟弟。你再看看博达，他那么努力，那么阳光，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尽全力，你根本配不上我，更配不上季家未来男主人的位置。他说得理直气壮，仿佛我才是那个十恶不赦的罪人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才会觉得你安静懂事，现在我才发现那不是安静，是阴郁。你心里住着一个丑陋的怪物，见不得任何人比你好。亚成，你让我感到恶心。他说完最后一句，转身就走，没有半分留恋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突然开口：柳如烟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今天放弃的是你这辈子唯一一次能接近真相的机会。柳如烟的肩膀僵了一下，但她终究还是没有回头。客厅里，季伯达还在抽泣。柳如烟走过去，温柔地对他说：伯达别怕，有我呢。那个直播公司不行，我们就换一家。我爸有个朋友是盛世娱乐的董事，我明天就带你去找他。季伯达的眼睛亮了。盛世娱乐那可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娱乐巨头，比企鹅传媒的体量大了不止10倍。真的吗？如烟姐？当然是真的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都会帮你得到。不过他话锋一转，眼神变得狠厉。我们必须想个办法，彻底解决掉那个麻烦。他们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我的身上，我心中冷笑：解决我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怎么解决我。
第二天，季伯达和柳如烟就去了盛世娱乐，而我则被爸妈看得更紧了。他们甚至在我的房门外装上了反锁，除了送饭，不允许我踏出房门半步。我倒乐得清静，利用这段时间仔细研究着玉坠的能力。我发现这个能力的逆转是需要消耗我自身的精神力的。每次发动后，我都会感到一阵疲惫，而且逆转的效果似乎和我与季伯达的距离有关，距离越近，效果越强。如果只是通过充电的物品来间接发动，效果会大打折扣，而且还会有延迟。就像那次火鸡面直播，季伯达在吃了7桶后才爆发。如果我当时就在他身边，恐怕他吃第1口就会吐出来。我需要一个能近距离长时间接触他的机会，并且是在一个万众瞩目的场合。我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永无翻身之日。傍晚，季伯达和柳如烟回来了，两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气。爸妈，盛世娱乐和我签约了，他们说我的吃不胖，体质非常有话题性，准备为我量身打造一档真人秀节目。什么节目？极限卡路里。节目组会邀请营养学专家和健身教练，全程监控博达的饮食和身体数据。他们要向全网证明，博达就是天选之子，是真正的卡路里黑洞。第1期的直播地点就定在市中心万达广场，现场还会邀请100名观众互动。我在房间心中一动，万达广场现场直播，100名观众，这不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舞台吗？季伯达显然也想到了什么，他走到我的房门前，隔着门用炫耀的语气说道：哥哥，听到了吗？公司为了彻底洗清我假释的嫌疑，这次直播会全程使用最精密的人体成分分析仪，它会实时监测我身体的所有数据，还会投放在广场的大屏幕上。这一次我看你还怎么捣鬼。他顿了顿，语气变得阴冷。哦，对了，柳如烟还说服了节目组，邀请你作为特别嘉宾去现场见证我的成功。他说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如何把你踩在脚下走向巅峰的，你可一定要来哦，我亲爱的哥哥。门外传来他们得意的笑声，我靠在门上缓缓闭上了眼睛，真是天助我也。季伯达、柳如烟，你们为我准备的这个舞台我很喜欢，我会给你们，也给所有观众献上一场永生难忘的表演。直播的日子定在周末，那天我被爸妈像押送犯人一样带到了万达广场，现场聚集了上千人。柳如烟看到我，只是轻蔑地瞥了一眼。亚成，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看看你和博达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。我没有理他，只是静静地看着舞台。很快，主角季伯达在万众欢呼声中闪亮登场，他看起来自信满满，笑容灿烂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季伯达。按照流程，他首先要进行一次初始的身体数据测量。他站上那台精密的仪器，很快大屏幕上就显示出了一系列数据：身高168厘米，体重45千克，体脂率18.2%，所有数据都堪称完美。现场的营养学专家也对这数据啧啧称奇，称这是100年一遇的完美代谢体质。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——极限卡路里挑战。工作人员推上来了今天的主食，一座由汉堡、炸鸡、薯条、可乐堆积而成的卡路里山。据专家估算，这座食物山的总热量超过了2万大卡，一个普通成年男性1周的摄入量也不过如此。季伯达要做的就是在2个小时内把它们全部吃完。那么挑战现在开始。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，季伯达拿起一个牛肉汉堡，开始了他的表演。他吃得很快，也很优雅，每一口都像是在拍摄美食广告。他一边吃一边和主持人互动，显得游刃有余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桌上的食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减少，而季伯达看起来毫无变化，他依旧苗条，充满活力。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显示，他的体重甚至还因为身体水分的消耗轻微下降了0.1千克，全场都沸腾了。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体质？真的吃不胖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！爸妈看得骄傲不已，柳如烟更是得意地看向我。看到了吗，亚成，这就是事实，是科学。你那些可笑的谎言在事实面前不堪一击。然而我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舞台上的季伯达身上，我攥紧了口袋里的玉坠，时机快到了。就在季伯达拿起最后一块披萨，我走到了舞台上，我的举动立刻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那个男的是谁啊？好胖啊！好像是季伯达的哥哥。保安想上来拦我，但柳如烟却对他们使了个眼色，示意放行。他大概是觉得我是准备上台当众向季伯达忏悔道歉，他想看的就是我这副狼狈不堪的丑态。我走上舞台，在离季伯达只有3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季伯达看到我，他愣住了，但很快就被得意所取代。哥哥，你怎么上来了？是想通了，准备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我道歉吗？我看着他笑了。不，我上来是想送你一份礼物。说着，我伸出手，不是去碰他，而是指向了他脚下的那台精密仪器。季伯达，你敢不敢现在再站上去测一次？我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季伯达的脸瞬间变了，他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现在正在挑战，测什么测？台下的柳如烟也皱起了眉，厉声喝道：亚成，别胡闹，快下来！我没有理会他，我只是看着季伯达一步步向他逼近，我的手一直死死地攥着那枚已经开始发烫的玉坠，我将所有的精神力和恨意全部灌注其中。这一次我要的不是延迟，我要的是瞬间爆发。怎么不敢吗？你不是卡路里黑洞吗？你不是天生吃不胖吗？区区2万大卡对你来说应该不算什么。
什么吧？还是说你吃的那些东西都……我故意停顿了一下，然后意有所指地拍了拍自己臃肿的身体。纪伯达的瞳孔猛地一缩，尖叫起来：“你闭嘴！你这个疯子！”他的失态让现场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，观众们开始窃窃私语：“怎么回事啊？他哥刚才那句话什么意思？我也没听懂，好像是在暗示什么。”媒体的镜头也全都对准了我们。柳如烟终于坐不住了，她冲上舞台想把我拉下去。亚成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就在她的手即将碰到我的那一刻，异变发生了。舞台上的纪伯达突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他脸上露出了极度痛苦和惊恐的表情。我的肚子好胀。他弯下腰，身体开始剧烈的颤抖。在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，他就像一个被快速充气的气球，所有的地方都在疯狂的膨胀。短短10几秒的时间，他变成了一个比我还要胖的胖子。所有人都被眼前这诡异恐怖的一幕惊得失声了。大屏幕上的数据开始疯狂的跳动，体重45千克、60千克、150千克，体脂率18%、35%、55%，最终数字停了下来，体重258.8千克，体脂率78.9%，一个触目惊心、足以引发生命危险的数字。纪伯达瘫倒在地上，他疯了一样的尖叫：“不，这不是我，这不是真的！把我的身材还给我，还给我！”台下的观众愤怒的骂声此起彼伏，说他是个骗子。柳如烟也完全呆住了，她的眼神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和迷茫。她想起了我之前对她说的话：“真相，原来这才是真相。”她嘴唇颤抖着指着我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，而我只是静静地站在一片狼藉的舞台中央，感受着身体里前所未有的轻盈。我低头看着自己明显小了一圈的腰身，我笑了笑得无比灿烂，无比快意。纪伯达，现在你还喜欢你这身成功的勋章吗？我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通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广场。纪伯达的哭嚎声戛然而止，他抬起那张已经因为肥胖而五官模糊的脸，死死地瞪着我。是你干的，是你把我的肥肉还给了我。我缓缓地走到他面前，现在才明白，太晚了。你不是喜欢大吃特吃吗？你不是喜欢看我痛苦的样子吗？从今天起，你吃下的每一口都会原封不动地长在你自己的身上，好好享受吧，我的好弟弟，享受这身真正属于你的300斤的荣耀。说完，我站起身，不再看他一眼，一步步走下舞台。柳如烟像是突然惊醒，她冲过来，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。亚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那不是真的，对不对？他不愿意相信自己一直捧在手心里的纪伯达，其实是个靠着诡异手段窃取别人身材的窃贼。他更不愿意相信自己一直厌恶唾弃的未婚夫才是那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我看着他这张写满了悔恨的脸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柳如烟，我说过你会后悔的，现在游戏开始了，而你连旁观的资格都已经失去了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混乱的人群，身后是纪伯达绝望的嘶吼，是柳如烟痛苦的呢喃，是整个世界的喧嚣，而我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安静。